库尔德武装从北部向伊朗发起猛攻。F-35首度击落载人战机，伊朗王牌军舰被毁。美国关闭科威特大使馆，紧急撤离中东公民。乌军突袭别尔哥罗德，俄军 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在美国与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空袭的同时，又有新的变数浮出水面。有消息称，获得白宫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力量也已加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传出的说法显示，这支力量正从伊朗北部边境方向推进，已经切入伊朗境内。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4日晚间，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武装部队自北部方向进入伊朗，正式展开地面攻势。首批进入的武装人员规模约为数千人，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人员增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境内本身也存在数量可观的库尔德武装力量，一旦形成内外呼应，势必会在边境地带制造更大范围的军事冲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披露，库尔德武装已经推进至扎格罗斯山脉一带。虽然相关战况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但此前美以联军曾对该区域实施大规模空袭，从军事逻辑上看，这种空中打击极可能是在为地面部队清除防御力量与后勤节点，为后续推进创造条件。这一系列动向意味着美伊之间的冲突形态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战事或正由以空袭为主转向空地协同、地面交火为主的第二阶段。目前活跃在伊拉克境内的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原有规模约3000人。据称，在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某种合作安排后，在其领导层的动员下迅速扩充兵力，现阶段规模已至少达到6000人。根据外界披露的框架，美以方面负责提供空中支援、武器装备、情报信息以及军事训练，而库尔德武装则承担牵制伊朗地面部队、分散其防御力量的任务。从人口结构来看，生活在伊朗与伊拉克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数量约在1300万至2200万之间。他们在伊拉克北部拥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设有自己的政府与议会，并拥有武装力量配饰梅加。这一庞大的族群基础，使得相关地区在局势动荡时具有较强的动员潜力与战略影响力。当前局势下，库尔德武装已突破边界，与伊朗安全部队发生交火。部分分析人士担忧，这种跨境军事行动不仅会对伊朗内部安全形势构成更大压力，也可能将伊拉克进一步卷入冲突漩涡，导致地区安全格局复杂化。与此同时，地区其他国家也出现新的动向。亚塞拜然方面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并将部队部署至伊朗边境地带。阿方还在边境线上加强了反无人机系统的布防。不久前，伊朗曾向土耳其方向发射导弹，并被拦截击落。这被外界视为本轮冲突以来，伊朗首次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起攻击，象征着冲突层级的进一步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亚塞拜然与土耳其关系密切，后者长期在政治与军事层面为阿方提供支持。因此，在当前背景下，阿方迅速采取强硬姿态，并不令人意外。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空袭仍在持续。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德黑兰的全国总部遭到严重破坏。以色列空军也对伊朗国防部下属的信息系统机构发动打击，直接摧毁其办公设施。在布坎市，一栋伊朗政府大楼于夜间发生剧烈爆炸，这是24小时内第2处被毁的政府建筑。在今日空袭中，美国与以色列空军不仅继续对德黑兰、卡拉季等地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打击，还展开了针对高层指挥官的定点清除。消息显示，2名伊朗方面的重要将领在行动中被击中身亡，其中一人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拉赫曼·莫格哈达姆，相关方面已确认其死亡。另一人为真主党旅兼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总指挥阿里·哈桑·阿卜杜拉。据称，在遭到打击前，他正奉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令，针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展开军事行动。2起精准斩首行动使伊朗在伊拉克境内的代理人武装指挥体系遭到重大削弱，区域协调能力与战场调度能力均受到冲击。
尽管如此，伊朗方面并未停止反击。当天，伊朗再次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约20枚导弹，同时还对其他中东国家方向实施火力打击，显示其试图通过扩大打击范围来分散压力。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伊朗4日针对卡达的导弹袭击中，卡达防空系统共拦截或击落来袭导弹101枚，拦截成功率高达98%，数据相当惊人。不过，仍有2枚导弹突破防线，其中1枚击中了美国驻乌代德空军基地价值约11亿美元的 ANFPS-132铺路抓相控阵早期预警雷达。这套雷达系统是美国在中东反导网络的重要节点，其战略意义远不止于价格本身。与此同时，阿联酋、约旦以及沙乌地阿拉伯境内与萨德反导系统配套部署的铺路抓雷达也在袭击中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不过损毁情况相对较轻，尚未瘫痪整体系统运作。除军事设施外，伊朗还将攻击范围扩展至关键基础设施。据披露，伊朗袭击了巴林境内一处数据中心，干扰了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中东多国随即报告银行在线系统出现中断。亚马逊方面正紧急将部分算力和数据容量转移至其他地区，但这也导致伺服器负载上升，访问速度下降。分析人士指出，针对物理数据中心的打击可能对全球物联网服务与跨境数据业务带来连锁反应。战场态势同样出现新的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于3月4日凌晨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飞行员在伊朗领空内成功弹射逃生。随后，一支美军救援队进入伊朗境内执行紧急搜救任务，并成功将飞行员带离。随着伊朗展开反击，美国与以色列的打击强度也在迅速升级。美军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已抵达伊朗并开始执行轰炸任务。美军现已拥有约76架 B-52，每架可携带约32吨弹药，因此被称为炸弹卡车。与此前参与行动的 B-2隐身轰炸机相比， B-52在载弹量上更具优势，适合执行大规模持续性的火力覆盖任务，可谓宝刀未老。过去24小时内，美以联合空袭明显加码。德黑兰多地持续传出爆炸声，整座城市在不同时间段遭遇密集轰炸。与此同时，布希尔、大布里士、伊斯法罕等城市也发生不同程度爆炸，军事基地与核设施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从整体战术意图来看，美国正试图通过持续、高强度乃至饱和式的空中打击，瘫痪伊朗的整体防御体系，尤其是摧毁其导弹发射系统与指挥控制网络。一旦导弹力量被削弱或压制，伊朗对区域的威慑能力将显著下降，而冲突的主动权也将进一步向美以一方倾斜。中东战场的军事对抗正在不断升级，一系列新的战场记录和重大打击接连出现，而以色列空军的一次行动正在刷新现代空战的历史记录。近日，在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期间，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雅克130战机，这被认为是 F-35战斗机自服役以来首次在空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机，同时也被视为人类第5代隐身战斗机首次取得空战击杀记录。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4日，以色列空军出动 F-35阿迪尔战斗机深入伊朗境内，对位于德黑兰的目标发动打击行动。就在这一过程中，伊朗空军的一架雅克130高级教练机正在该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按照原定任务，这架飞机的目标并不是拦截有人战机，而是准备拦截以色列部署的科察夫武装无人机。然而，局势很快发生变化。以色列 F-35在隐身优势和先进雷达系统的支持下，提前锁定了这架雅克130。在对方尚未察觉威胁的情况下， F-35发射空对空导弹实施攻击。导弹命中目标后，雅克130在空中起火坠落。从现场画面可以清楚看到，战机尾部拖着明显的燃烧痕迹，随后迅速失控下坠。这一事件因此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仅是
，3-5首次在真实空战中击落有人驾驶战机，也是全球第5代战斗机第一次完成类似战绩。与此同时，在海上战场，美国对伊朗海军力量的打击也在继续。美国军方摧毁了伊朗被称为最具技术含量的军舰苏莱曼尼及双体隐身导弹舰沙希德·赛义德·希拉奇号。美军无人机拍摄到袭击发生的瞬间，画面显示，炸弹命中后，海面瞬间被掀起10多米高的巨浪，爆炸冲击力极其惊人。分析认为，美军在此次行动中很可能使用了 JDAM 精确制导炸弹。长期以来，伊朗方面一直宣称沙希德·赛义德·希拉奇号具备高度隐身性能和强大的导弹打击能力，在国内宣传中甚至被称为伊朗海军最漂亮、最先进的军舰之一。然而，在此次袭击中，这艘舰艇最终被彻底击沉。而在更早一天，美国海军还在印度洋行动中使用鱼雷击沉了伊朗另一艘重要军舰德纳号护卫舰。据报道，该舰是在靠近斯里兰卡附近海域遭到美军攻击。从流出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到，鱼雷命中后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爆炸冲击波，整艘军舰几乎被掀离海面，船体严重变形，随后迅速失去战斗能力。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的说法，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军事行动中已经摧毁了伊朗20多艘舰艇。这些打击行动大幅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北部边境的军事部署也正在发生变化。以色列国防军已将第146预备师重新部署到黎巴嫩边境西部地区。这支部队曾在2023年10月7日加沙战争爆发后被紧急调往北部战线，用于应对黎巴嫩方向的安全威胁。在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后，该部队于2025年5月撤回国内休整。然而，随着真主党再次宣布参战，双方冲突重新升级，这支预备役师再次被投入边境地区。此外，以军的第91师也已推进至黎巴嫩南部附近区域，并继续对真主党据点实施密集空袭和炮击。在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方面也释放出新的动向。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5日宣布，以色列计划在8日重新开放国家领空，允许部分出境航班恢复运行。雷格夫表示，在对当前安全形势进行评估之后，以色列政府决定从周日开始逐步恢复航班离境，但相关安排仍将根据实时安全状况进行调整。他强调，经过评估，我们决定从周日8日开始开放出境航班，但具体安排将是安全形势的发展而定。政府会全天候更新最新情况，并根据局势变化随时做出新的决定。与此同时，来自社交平台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伊朗方面的反击力度似乎正在明显减弱。社交平台 X 账号一键飘尘对所谓史实愤怒战争期间伊朗导弹发射情况进行了整理。根据该账号的统计，在冲突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发射了约350枚导弹，第二天数量下降至175枚，第三天进一步减少到120枚，而到了第四天，导弹发射数量仅剩约50枚。整体趋势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被认为显示出伊朗打击能力正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在最新记者会上也披露了类似的评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相比，伊朗方面的弹道导弹反击次数已经大幅减少，降幅达到约 86%。不仅如此，伊朗使用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的频率也明显下降。据美军统计，这类无人机攻击行动的次数已经减少了大约 73%。凯恩指出，从目前掌握的战场数据来看，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正在快速被削弱。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伊朗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失去对美以联军持续军事行动进行有效反制的能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也公布了最新的作战统计数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日至2日，以军通过连续空袭和情报打击行动，已经成功瘫痪或彻底摧毁了伊朗超过 50% 的移动式导弹发射装置。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评估，这些被摧毁或失去作战能力的发射系统数量大约在200至300套之间。
以军认为，对移动导弹发射装置的大规模打击是削弱伊朗导弹反击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也直接导致伊朗导弹发射数量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下降。随着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也迅速恶化。美国政府开始收紧外交与人员部署，并加快撤离在中东的本国公民。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位于科威特市的美国大使馆即日起暂停运作并关闭。美国政府同时紧急呼吁仍在科威特境内的美国公民尽快撤离。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安全离开，当局建议相关人员采取就地避难措施，避免外出活动。美国自2月28日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实施怒火行动的军事行动以来，冲突已经造成美军人员伤亡。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已有6名美军在行动中死亡。最早的一批阵亡人员是在科威特的一处民用港口临时作战中心遇袭时丧生。该设施当时遭到伊朗方面的直接打击，导致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与此同时，科威特美国大使馆所在区域上空日前也出现大量浓烟。当地消息称，这一情况与伊朗针对相关目标发动的攻击有关。基于安全风险，美国政府再次敦促仍在科威特的本国公民尽快撤离该国，并提醒无法安全撤离的人尽量留在安全地点避险。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持续将打击目标指向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国家。作为应对措施，美国已经相继关闭驻利雅得的美国大使馆以及位于贝鲁特的外交机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将在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卡达的美国公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他们立即撤离所在国家，以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带来的风险。在协助撤离滞留中东的美国公民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第一架用于撤侨的包机已经在前一天从中东地区起飞。此前统计显示，已经有超过17500名美国公民自行离开中东地区。出于行动安全与作业安排的考虑，美国国务院并未对外公开更多关于撤侨行动的具体细节。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未来将在整个中东地区安排更多撤离航班，并呼吁目前仍在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以及沙乌地阿拉伯的美国公民尽快通过网络系统登记，以便获得撤离安排。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迪伦·强生在前一天表示，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协助接近6500人完成撤离，其中大多数美国公民是自行离开中东地区，几乎全部通过商业航班完成撤离。乌克兰军队近日再次对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动跨境打击，持续对俄罗斯重要边境据点别尔哥罗德展开袭扰行动。最新消息显示，在这次行动中，乌军成功摧毁了一套俄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综合诺尔报告等多个军事频道披露的信息，当地时间3月4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 Lazar 与无人机作战部队展开了一次联合行动。行动选择在夜间展开，主要目标就是俄罗斯在别尔哥罗德地区部署的重要军事设施。在攻击开始阶段，乌军无人系统首先出动重型轰炸无人机，对俄军阵地实施猛烈打击。无人机对防空阵地进行持续轰炸，为后续打击创造条件。战斗过程中，乌军将主要火力集中在俄军部署的 S-400 防空系统上。最终行动成功命中了该系统的发射装置，同时破坏了关键雷达设备，使整个防空系统彻底失去作战能力，基本等同于被完全报废。随后又有消息称，兰萨尔特战部队仍在继续向别尔哥罗德方向发动进攻。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做出正式回应，更多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这已经是3天内第2次有消息显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类似的跨境袭扰行动已经在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一带多次出现。俄罗斯官方过去一直否认本土防线被突破。客观来看，这些乌军行动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持续不断的边境袭扰确实对俄军部署造成了干扰，并迫使俄军在多个方向分散兵力。例如，在哈尔科夫战线，
俄军试图突破乌克兰防线的行动就遭遇挫折。在3月3日前后，俄军试图从南斯洛伯上斯基方向越过乌克兰边境线发动进攻，但乌克兰突击小组迅速展开反击，利用猛烈火力阻止了俄军推进。在重要城市沃夫昌斯克一线，乌克兰第429旅下属的阿喀琉斯作战部队与俄军突击队发生交战。战斗中，乌军不仅成功消灭了这支突击部队，还俘虏了4名俄罗斯士兵。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还对俄罗斯纵深地区发动了无人机空袭。在夜间行动中，大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城市萨拉托夫。当地居民表示，爆炸声从夜间一直持续到清晨。据分析，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可能是当地的一座大型炼油厂。无人机攻击还导致萨拉托夫部分地区出现停电情况，显示关键基础设施可能受到影响。再来看俄罗斯控制区的情况，位于阿布哈兹的俄军阵地也遭到导弹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夜空中划过一道耀眼的火光，随后传出爆炸声。而在被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无人机蜂群同样展开行动。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上空连续传出至少6次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根据最新卫星图像分析，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可能有多艘军舰受到损伤。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可能受损的军舰数量多达6艘，其中包括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数艘扫雷舰和护卫舰。如果相关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近期针对俄罗斯海军设施的打击行动再次取得明显战果。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